有没有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是那种故意和别人不一样的叛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怎么努力也融不进去的孤独。你说话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你想的事情和别人不一样，你笑点和哭点也和别人不一样。你试过改变，试过让自己变得正常一点，可你发现那样活着比不被接受还难受。你站在人群外面，看着那些笑着闹着的人，想他们怎么那么自然，他们怎么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们怎么就知道自己属于那里。那种感觉像一层看不见的玻璃，把你和别人隔开。你看得见他们，听得见他们，可你进不去。绿山墙的安妮里就有这样一个女孩，她叫安妮·雪莉，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瘦得像一根豆芽菜。她11岁那年被孤儿院送到一个叫绿山墙的地方。一对老兄妹本来想领养一个男孩帮他们干农活，结果来的是她，一个女孩，一个话多到停不下来的女孩，一个能把最普通的东西想出花来的女孩，一个看见什么都想取个名字的女孩。马修和玛丽拉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们想把她送回去，可安妮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让他们说不出不字。从那一天起，绿山墙有了一个叫安妮的女孩。从那一天起，那个原本安静的有些沉闷的地方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声音。那个声音像一只小鸟，叽叽喳喳，一刻不停。可听着听着，你会觉得没有这只小鸟，那个地方就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想睡过去。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08年，那一年他34岁，在加拿大一个叫爱德华王子岛的小地方当老师。他小时候也像安妮一样，是个爱幻想、爱说话、爱给一切取名字的孩子。他失去过亲人，尝过孤独的滋味，知道不被理解是什么感觉。他把自己那些心事都放进安妮的身体里，让她替自己去活一次。这本书出版之后轰动了全世界，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卖了5000万册。无数女孩在安妮身上看见了自己，无数人在她的故事里找到了那个曾经孤独却始终没有放弃幻想的自己。今晚让我们走进绿山墙，认识那个红头发的女孩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年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那个地方很小，小到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可那里有红色的悬崖，蓝色的海湾，绿色的田野，白色的房子。蒙哥马利后来把那个地方写进书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绿山墙。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父亲把他交给外祖父母，自己去了远方，再也没回来过。他在一个保守、严厉、没什么温情的老房子里长大。外祖父母不爱说话，不爱笑，不爱表达任何感情。他们觉得孩子就应该安静，应该听话，应该做那些大人让做的事。可蒙哥马利不是那样的孩子，他脑子里有无数故事，无数想象，无数话想说，没人听他说，他就和自己说。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和书作伴，和窗外的树作伴，和自己脑子里的想象作伴。他给那些树取名字，给那些云取名字，给那些风取名字，那些东西成了他最早的朋友。他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很孤独，可我学会了和自己做朋友。他从小就爱写东西，9岁开始写诗，16岁开始投稿，被退过无数次，可他从来没放弃过。那些退稿信他一封一封收着，收了一大摞。他对自己说，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我的稿子的。他一边当老师，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当老师。那些年
他写过无数东西，可没有一样让他出名。他换了好几个学校，教过无数孩子，可每次回到那个老房子里，她还是那个孤独的女孩。1905年，她开始写一本关于红头发女孩的书，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她藏在心里多年的幻想，都倾注在这个女孩身上。她写安妮的孤独，写她的幻想，写她如何用想象力对抗那个冰冷的世界。她写了2年，写完的时候，稿子被退了5次。出版商说，这种书没人看，太幼稚了，太不现实了，谁会喜欢一个画这么多的小姑娘？第6次，终于有人愿意出版了。1908年，绿山墙的安妮问世，一夜之间，她成名了。可她成名之后，并没有过上快乐的日子。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可她的丈夫有抑郁症，经常发作。她一个人撑着家，撑着农场，撑着那些永远做不完的事。她只能在夜里，趁家人都睡了，偷偷写东西。有时候写着写着，天就亮了。她一生写了20多部小说，500多篇短篇，还有无数日记和信件。可不管写多少，她最爱的还是那个红头发的女孩。那个女孩替她活出了她没活成的人生，被人爱，被人需要，被人当成宝贝。1942年，她死于心脏病，享年68岁。她被葬在爱德华王子岛，葬在那个她一生都离不开的地方。墓碑上刻着她自己的话：我一生都在寻找完美，最后发现完美就在我出发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绿山墙。故事开始的时候，安妮11岁，她在孤儿院待了很久，被好几户人家领养过，又都被送回来。那些人要她干活，要她听话，要她不说话，可她做不到不说话。她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不说出来会憋坏的。她会和那些看不见的朋友说话，会和那些她想象出来的东西说话，会和窗外的树说话。那些东西不会嫌她烦，不会把她送回去。那天，她被一个叫马修·卡斯伯特的老人接走。马修是个老头，不爱说话，见了生人就紧张。他和他妹妹玛丽拉住在绿山墙农场，本来想领养一个男孩，帮他们干农活，可孤儿院弄错了，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马修站在火车站，看着那个瘦小的红发女孩，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弄错了，可他说不出口。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安妮看着他，笑了。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害羞的人。他说：你是来接我的吗？我一直在等你，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你不来，我就爬到那棵树上过夜。那棵树真好，像一个人张开手臂。你觉得树有感觉吗？我觉得它们有。如果我是树，我一定会在有人爬上来的时候特别高兴。我会让那些叶子沙沙响，像在鼓掌。马修没说话，他只是点点头，带着他上了马车。一路上，安妮就没停过嘴。她问马修各种问题，说各种她脑子里想的事。她问马修为什么要养他，问马修家里有什么人，问马修喜不喜欢花，问马修有没有给东西取过名字。马修一个也答不上来，可他听着，嘴角慢慢弯起来。安妮指着那条路说：这条路叫什么名字？马修说：没名字。安妮说：那我给它取一个吧，叫喜悦之路，因为我一走上这条路就觉得高兴。你看那些树，像不像在挥手？你看那些花，像不像在笑？你看那片云，像不像一只大白兔？它后面那朵云，像不像在追它？马修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从来没注意过那些树，那些花，那些云，
现在被安妮一说，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了。安妮又说，那个湖叫什么名字？马修说，没名字。安妮说，叫闪光之湖，你看阳光照在上面，一闪一闪的，像不像星星掉进去了？我敢说，晚上那些星星都会游到这里来洗澡，它们洗完了就爬到天上去继续发光。马修笑了，他很久没笑过了。到了绿山墙，玛丽拉站在门口等着，她看了一眼安妮，皱起眉头。她想要的是男孩，能干活的那种。这个瘦得像豆芽菜，红头发像胡萝卜的女孩能干得了什么？她说，弄错了，我们得把她送回去。安妮的脸一下子白了，她站在那里看着玛丽拉，眼泪在眼眶里转，可她忍着没让她掉下来。她在孤儿院学会了一件事，不能在大人面前哭，哭了也没用，只会让他们更烦。她说，你不想留下我吗？我可以干活，我可以做很多事，我还可以不说话。如果你让我不说话，我可以不说话一整天。我试过的，在孤儿院的时候，我试过一整天不说话，虽然很难，可我做得到。我会把那些话都放在心里，等到晚上再和自己说。玛丽拉看着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她说不清那是什么，可她知道她没法把这个孩子送回去。她说，先住几天吧。安妮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那光亮的像把整个太阳都装进去了。安妮留下来了，她每天帮玛丽拉干活，洗碗、扫地、铺床。她干得很认真，可老是出错。洗碗的时候想着别的事，把盘子打碎了；铺床的时候想着那些树，把床单铺歪了。玛丽拉叹气，可又不好说什么。最让玛丽拉头疼的是安妮的话，她什么都说，看到一棵树就说这棵树叫什么名字，是她起的；看到一朵花就说这朵花是什么颜色，她最喜欢什么颜色；看到一片云就说那朵云像一只羊，那只羊在追另一只羊，那只羊在逃跑；看到一只虫子就说这只虫子叫什么名字，它要去哪里，它的家在哪儿，它会不会想家。玛丽拉听着觉得耳朵都起茧了，可她慢慢发现，这个孩子说的话虽然多，可不讨厌。他说的那些东西好像真的活了，那些他看了几十年的树，那些他没注意过的花，那些他懒得看的云，现在好像真的有点意思了。有一天，玛丽拉问他，你为什么给那些东西取名字？安妮说，因为取了名字，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以前没有朋友，只能和那些树、那些花、那些云做朋友。我给他们取了名字，他们就成了我的。我可以和他们说话，他们不会嫌我烦，他们会听我说，不会把我送回去。玛丽拉没说话，她只是看着安妮，看了很久很久。那天晚上，她对马修说，这孩子留下吧。马修笑了，那是他这几天笑得最开心的一次。安妮在绿山墙住了下来，也开始上学了。她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叫戴安娜的女孩，戴安娜住在隔壁，黑头发，黑眼睛，笑起来有2个酒窝。安妮第一次看见她，就知道这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她对戴安娜说，你能做我最好的朋友吗？我会对你特别好。我从来没交过朋友，不知道怎么做，可我会学的。我可以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你可以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给那些树取名字。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等我老了，你也老了，我们还在一起。戴安娜笑了，说，好。他们真的成了最好的朋友，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做那些女孩子爱做的事。
安妮把自己所有秘密都告诉戴安娜，戴安娜也把自己所有秘密都告诉安妮。他们一起去闪光之湖玩，一起去喜悦之路散步，一起去那些安妮取过名字的地方探险。安妮觉得这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可安妮也闯祸了。有一天，邻居林德太太来家里做客，她是个爱说话的老太太，看见安妮就说，这孩子长得真不好看，那红头发，那雀斑，真可惜。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长得这样。安妮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她最恨别人说她的红头发，那是她心里最疼的地方，谁碰谁疼。她冲着林德太太喊，我恨你，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头发红怎么了？我长雀斑怎么了？那是我自己，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她喊完，跑上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下午。玛丽拉气坏了，她让安妮去给林德太太道歉。安妮不肯，说她先说我的，为什么要我道歉？玛丽拉说，因为你是孩子，他是大人，孩子要对大人尊重。安妮说，那大人就不需要尊重孩子吗？大人就可以随便说孩子吗？玛丽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安妮想了很久，最后去了。她站在林德太太面前，说对不起，我刚才太没礼貌了，不该那么说你。可您说我长得不好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我从来没说过别人不好看，因为我从小被人说不好看，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以后我不会那么说了，请您也别那么说别人，好吗？林德太太愣住了，她看着这个红头发的女孩，忽然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确实过分了。她说，好，我以后不说了，你是个好孩子。安妮在绿山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她从来没好好过过圣诞节。在孤儿院的时候，圣诞节就是多一块面包，多一碗汤，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快乐。那些大点的孩子会拿到一些旧衣服，小点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安妮每次都在想，什么时候会有人送她一份真正的礼物呢？可这次不一样，马修和玛丽拉给她准备了礼物。马修给她买了一件裙子，是那种带泡泡袖的。安妮一直想要泡泡袖，她说过无数次，可她从来没穿过，她以为这辈子都穿不上了。当她打开礼物，看见那件裙子的时候，她愣住了。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件裙子，看着那些泡泡袖，看着马修和玛丽拉，眼泪流下来。她说，这是我的吗？真的是我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玛丽拉说，是你的，马修特意去镇上给你买的。安妮抱着那件裙子哭了很久，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真正的礼物，第一次有人把它放在心上，第一次有人记得她说过的话，第一次有人愿意为她做一件事。那天晚上，她穿着那件裙子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很久。她对自己说，我是安妮，我有泡泡袖的裙子，我是有人要的孩子。安妮渐渐长大了，她学习很好，好得让所有人都惊讶。她考上了女王学院，要去城里读书了。离开绿山墙的那天，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栋老房子，看着那些她取过名字的树，看着那个她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她想起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些害怕，那些期待，那些眼泪。她想起马修第一次接她，想起玛丽拉凶她的时候，想起戴安娜第一次对她笑。马修站在她旁边说，孩子，你会想家的。安妮说，我已经开始想了，我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这个地方了。我会想那些树，想那些花，想闪光之湖，想喜悦之路。我会想你和玛丽拉，我会每天晚上都想，想完了再睡觉。他走了，去城里读书，
去那个更大的世界，去过他从来没想过的人生。他在女王学院学得很好，拿到了1等奖学金，可以去大学继续读书。他高兴极了，写信告诉马修和玛丽拉。他说等他毕业了，就可以回来当老师，可以养活他们，可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要把玛丽拉接到城里住，要给马修买最好的烟斗，要让他们什么都不用操心。可就在他最开心的时候，坏消息来了，马修死了。他在银行存的钱，因为银行倒闭，全没了。他受不了那个打击，心脏病发作，走了。安妮赶回来的时候，马修已经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他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他想起马修第一次去接他，站在火车站，手足无措的样子。他那么害羞，那么不会说话，可他把他的手牵得那么紧。他想起马修给他买泡泡袖裙子，偷偷塞给他的样子。他以为他不知道，可他什么都知道。他想起马修每次听他说话，嘴角弯起来的样子。他话那么少，可他一直知道。他最懂他，他说什么他都听，他做什么他都点头。他从他的眼睛里知道，他喜欢他，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他都喜欢他。可现在那双眼睛闭上了，再也不会对他笑了。玛丽拉坐在旁边，没哭，她只是坐着看着发呆。马修走了，他一个人怎么办？他年纪那么大了，眼睛也快看不见了，地里的活谁干？安妮要去读书，可他怎么办？安妮看着他，忽然做了一个决定。她说不去读书了，我留下来陪着你。玛丽拉抬起头看着他，说你疯了，你那么好的成绩，那么好的机会，怎么能不去？安妮说机会可以再有，可你是我的家人，我不能丢下你。玛丽拉说我没有权利让你留下来，你走吧，我一个人可以的。安妮说你当然有权利，你收留我的时候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你照顾我的时候也没想过我会不会报答你，现在轮到我了，我得做对的事。玛丽拉看着这个红头发的女孩，那个刚来的时候瘦得跟豆芽菜似的女孩，那个话多到让人受不了的女孩，那个给她起了一堆名字的女孩，那个她曾经想送回去的女孩。她忽然哭了，她抱着安妮说傻孩子。安妮说不傻，你收留我的时候也没嫌我傻。安妮留下来了，她在附近的学校当了老师，每天骑自行车去上课，晚上回来陪玛丽拉。她给玛丽拉做饭，给她念书，给她讲那些学校里的事。她给玛丽拉讲那些孩子，那些和她当年一样爱说话的孩子，那些不被理解的孩子，那些需要人听他们说话的孩子。那些树还在，那些她取过的名字还在，那些年少的梦也还在。她有时候会想起女王学院，想起那些同学，想起那个本来可以去的大世界，可她一点也不后悔。她知道她做对了。有一天，她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闪光之湖，夕阳照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的，和多年前一模一样。她想起马修，想起他来接她的那天，想起那些年的日子，她忽然笑了。玛丽拉走过来，问她笑什么。她说我在想马修一定很高兴，他知道我没走，一定很高兴。他以前总怕我离开，总怕我走了就不回来了，现在他知道了，我不会走的。绿山墙是我的家，他是我家人，你是我家人，我哪儿也不去。玛丽拉没说话，她只是坐在安妮旁边，看着那片湖，看着那个夕阳，看着这个让她一辈子都放不下的女孩。读完全书，最让我触动的场景
不是马修的死，不是安妮离开绿山墙，不是她决定留下来，而是安妮站在镜子前，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样子。那是她刚到绿山墙不久，玛丽拉让她去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她走到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那个人，愣住了。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样子，在孤儿院的时候，没有镜子，那些大人不会给孩子镜子照，孩子也不想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她不知道自己有红头发，不知道自己有雀斑，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她只是从别人的话里知道自己是不好看的。她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很久，那些红头发真的像胡萝卜一样红，那些雀斑真的像撒了一脸的面粉渣，那张脸真的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不好看。然后她哭了。玛丽拉听见哭声，走过来问她怎么了。安妮指着镜子说，我怎么这么难看，我怎么有这么红的头发，怎么有这么多雀斑，怪不得他们不要我，怪不得没人喜欢我，我要是他们，我也不会要我。玛丽拉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你不难看，可她知道那是假话。她想说头发可以染，可那不是解决办法。她只是站着站着站着。安妮哭了一会儿，忽然停下来，她擦擦眼泪，对着镜子说，没关系，我还可以幻想，我可以想象自己有漂亮的头发，有光滑的脸蛋，我可以想象自己是个公主，住在城堡里。那些想象他们抢不走，他们可以不要我，可以不喜欢我，可他们抢不走我的想象。玛丽拉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孩子，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每一个不被喜欢的孩子，每一个被嫌弃的孩子，每一个孤独的孩子，都站在过那样的镜子前面。他们看着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讨人喜欢？为什么他们不要我？为什么我长这样？可安妮不一样，她在最难过的时候还能对自己说，可以想象。那些想象他们抢不走，那是她的武器，也是她的光。绿山墙的安妮写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写了一个地方的生活，写了一个时代的背影。可蒙哥马利写的不只是这些。安妮爱幻想，她给一切取名字，把最普通的东西想成最美的样子。那些幻想是她在孤儿院活下来的武器，没有那些幻想，她早就被那些苦难压垮了。她会变成一个麻木的没有表情的孩子，就像孤儿院里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一样。可幻想不只是逃避，幻想是他看见世界的方式。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美，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快乐。他活得比那些正常的人更丰富，更快乐，更像一个人。那些正常的人走在喜悦之路上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看见一条路，一些树，一些花，一些云。可安妮看见的是朋友，是故事，是活的东西。她活在一个比他们大得多的世界里。想象力不是浪费时间，它是让生活变得更丰富的东西。不会幻想的人只能看见眼前的世界，会幻想的人能看见无数个世界。安妮从小没有家，她在孤儿院长大，被好几户人家领养过，又被送回来。她不知道家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她像一个流浪的小动物，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永远不知道下一站是哪儿。可她到了绿山墙，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不是因为那栋房子，是因为那里的人。马修虽然不说话，可他会听他说话，他听他讲那些幻想，听他给那些树取名字，听他说那些没人愿意听的话。玛丽拉虽然严厉，可他会照顾他，他会给他做饭，给他梳头，给他买新裙子。他在那里第一次被人需要，被人爱，
被人当成家人。家不是房子，是那些让你觉得自己被需要的人。房子可以换，可以拆，可以卖，可那些人会一直在你心里。安妮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孩子，她话多，爱闯祸，总是说错话，做错事。她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安静、乖巧，讨人喜欢。她不会装，不会演戏，不会把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她是什么样就表现成什么样，她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那些大人一开始嫌她烦，可后来都离不开她，因为她是真的。在那么多人都在演戏的世界里，一个真实的人太珍贵了。你不用猜他在想什么，不用担心他会骗你，不用害怕他背后捅你一刀。他就是他，简单、直接、干净，不用假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做真实的自己。总会有人喜欢，也许不是所有人，可那几个就够了。那几个就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在这世界上需要的一切。安妮失去了很多，失去了父母，失去了童年，失去了马修，失去了去大学的机会。每一次失去都让她疼，让她哭，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她没有被击倒，她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走下去。不是因为她坚强，是因为她知道，除了走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失去就是失去，哭完了还得活。那些失去的东西不会回来了，可它还在，它还能活，还能爱，还能给那些没有失去的人带来光。失去是人生的一部分，你会失去很多人，很多事，很多机会，可你不会失去自己。只要自己还在，就可以继续走，可以继续给那些树取名字，继续给那些湖起名字，继续幻想那些美好的东西。安妮最后选择留下来，不去读大学，那个选择让她失去很多，可她不后悔，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比机会更重要。玛丽拉收留了她，给了她一个家，现在玛丽拉需要她，她不能走。那不是牺牲，是回报，是把自己得到的东西还给那个给她的人，是把那些年被人爱着的感觉变成现在去爱别人的行动。有些选择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你觉得值得就去做，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不用管别人觉得你傻，觉得你笨，觉得你浪费了机会。那是你的人生，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安妮长大了，她从那个话多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可以照顾别人的大人。可她没变，她还是爱幻想，还是爱说话，还是会给那些树取名字。那些她最珍贵的东西一点也没丢。长大不是变老，是变得更像自己。不是把那些孩子气的东西丢掉，是把它们变成更成熟的东西。安妮的幻想变成了她看见世界的方式，她的话多变成了她能和学生交流的能力，她的敏感变成了她能理解别人的同理心。她长大了，可她还是那个她，还是那个红头发的，满脸雀斑的，给一切取名字的女孩。合上绿山墙的安妮，安妮还站在那个窗前，看着闪光之湖，夕阳还照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的，和多年前一模一样。马修不在了，可那些树还在，那些名字还在，那些记忆还在。他看着那片湖，看着那些光，心里满满的，什么也不缺。你可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想起那些你取过名字的东西，想起那些你幻想过的世界，想起那些让你觉得温暖的人。他们现在还在吗？你还能想起他们的样子吗？你还能想起那些名字吗？那些东西也许早就没了，那些名字也许早就忘了，可那种感觉，那种被爱过的感觉，那种有归属感的感觉，那种真实的活着的
充满想象力的感觉还在你心里吗？蒙哥马利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让你哭，是为了让你记得那个曾经爱幻想的自己，记得那些让你有归属感的人，记得那些你做过的不后悔的选择。记得之后，也许你能对现在的自己说一句，我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爱幻想的人，还是那个真实的人，还是那个会选择的人，还是那个红头发的满脸雀斑的给一切取名字的女孩。哪怕你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已经有了皱纹，可你心里还有那个孩子。如果有一天你也要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你会对自己说什么？你还相信那些想象吗？你还愿意做真实的自己吗？你还记得那些让你有归属感的人和地方吗？愿你找到你的绿山墙，愿你等到你的马修和玛丽拉，愿你心里永远住着那个红头发的爱说话的给一切取名字的女孩。晚安。